5点起的，画了张人物，哈哈，这更兴奋啊！这起得太早了，这冬天能起到5点起，这都是需要意志的，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才行。来颗大白兔提神醒脑，也可以。如果嘴巴在画画的时候寂寞，总想吃点什么，可以来颗大白兔，也可以来点咱们的开心果，每一颗都是开口长笑的样子。大家早上好，如果没有吃早餐，可以准备点小零食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开心果，零下8度了，我的天呐，那不得冰天雪地的，那更适合带大家画雪景了。好嘞，大家早上好啊，早上好。今天画山水吗？是的，今天咱画山水。看来这是第一次来到博云的直播间，是不是？温热水准备好了吗？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准备上了。艳阳高照是吧？比较干冷。终于找到青老师了，快乐敏，莫克，早上好啊！早上必须为青老师点上一阵猛点赞是吧？狂点赞，当心手机屏幕不要搓裂了啊！大家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如果你已经起床是吧？时间也比较方便，也想跟我们一起来画画美丽的风景，那可以根据右侧的工具提示做好相应的准备。美丽的风景分享给美丽的你，也祝愿大家周末美好，有美好的心情，好不好？早上好，老师能露个脸吗？我们呢现在以这个绘画为主啊，我们先来画画，这个画的这个面貌，有机会呢我们可以给大家聊聊，见一见啊。用的这个纸张是33×45的一个尺寸，这个案例呢其实不算特别的难，不算特别的难。大家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当然还有一张画哈，我看看大家更喜欢哪一个作品。当时我在咱们的这个群内呢，给大家发了2张图。来，这张案例大家伙儿喜欢吗？这张案例如果喜欢的话，来敲个喜欢。这个案例呢，它是比较这个轻旷是吧？恬静是吧？悠远的一种感觉。这里屋里很暖和是吧？20度以上。好嘞，好嘞，好嘞。行行，那一会儿如果我们画完时间比较方便，我们就可以带大家把这张江边的渔家景象呢，带大家画出来，是吧？喜欢又有现代感，这张画的装饰感呢是很强的，很强的。如果一会儿我们方便，我们就把它画到这个挂历上方，画到挂历上。用的如果画我们现在这张是45的尺寸，然后刚刚我们给大家展示的那张作品，大概是33×33的尺寸。博云老师可以露脸5分钟是吧？有机会可以给大家露露啊。现在今天这个脑子，这个头发膨胀的，大家伙都注意保暖，都注意保暖。能用圆的纸张吗？用肯定是可以用的，但是你要根据这个画面的尺幅或者内容来做一定的这个裁剪或者说取舍。
老师这些会放到318的课程里面吗？会的，我们这个就是给大家陆续更新的318，这个至少100多节的完整案例的一个直播嘛。那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就是这个白雪石它的江边系列，这张画呢叫江边泊舟啊，刚刚给大家看到一张叫江边瑜伽，江边瑜伽。各位老师，各位小伙伴啊，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呢跟着博云一起来感受一下山水的魅力。可以先根据屏幕上方的工具提示做好相应的准备。一会儿我们在9点半，还有1分钟，我们就要开始了。蕙兰博大，乐乐悠悠，荷塘月色，秋天里的一朵小小云。还有1分钟就开始了，梧桐居士，这夏天是吧？今天早上起来我也感受到了夏天。我这手都出汗。谢谢大姐，顺遂平安。欢迎各位新加入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点关注不迷路，以后直播呢都会给大家自动的提醒，可以更方便的来跟上我们喜欢的案例，或者说你比较喜欢的这种风景山水的一个绘制的过程，好吗？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在我们的群内获取高清案例图和工具清单，每次呢都会提前1天呢发送给大家，的。大家早上好。头像怎么变灰了？可能是不是太久没有来画画了呀？之余遨游顺顺是吧？好了，各位小伙伴，咱们呢要到点了呀！袈裟梦里，我看到你了，还有之余。好，接下来我们把音乐要关掉了啊，要开始正式的带大家一起来画一画了啊。好了，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能够清晰的听到我的声音，并且能够看到工具清单这几个大字的话，来敲个数字1，好不好？我们先确保设备一切通畅，接下来就要开始的绘画了，是吧？声音和画面一切都正常，对不对？好嘞，咱们接下来要正式的开始画了啊！好，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我是博云。今天要带大家所绘制的内容啊，是白雪石先生的他的江边系列。这张画呢叫江边泊舟。通过这个主题，你其实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其实也就是画了一点小船在哪个江？有没有小伙伴能清楚？啊，这个江我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我们画过很多次，对不对？叫漓江。它的画我们经常讲，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学课文叫桂林山水甲天下，白派山水呢甲桂林，这是对他的画作以及他艺术成就的一种高度的赞誉啊。他不仅是杰出的绘画的画家，而且呢也是这个卓有成就的这个美术教育家啊。那他呢在他这一生当中啊，数十次到这个漓江一带呢去进行实地的写生和摸索，所以他的绘画以这种漓江的面貌啊，突出的这种山源，突出的这种山峦，以及水面的倒影，以及当时独特的这种渔船的形象啊，作为我们绘画的一种主要的面貌啊。他的画作呢，有很强烈的这种素描，或者说我们现代绘画的一些体积和空间感，对不对啊？大家可以呢，把它这种纵深的空间，以及这种浩渺的烟云的感觉呢，更多的来体现一下。在画面的底部，水面是吧？它独有的这种倒影的体现呢，让这个画境看起来会更加的更加的有这种厚重以及沉稳的这个深邃的立体感啊。好，这张画里边突出的内容，首先是下方的这个芭蕉树，以往我们很少去表现，对吧？再一个呢，是我们它左侧这个类似于像竹叶的这种树叶，是吧？墨色比较浓重，大家闭一只眼睛来看一看哈。我发现最近点作业的时候啊，在群内给大家点作业，发现很多小伙伴在处理这个画面的时候，他不敢加重浓重的墨色去衬托或者把这个画面的层次给它画出来。那你可以闭一只眼睛看看
哪儿浓哪儿淡，是不是山顶比较浓重，底部芭蕉叶树后方的这个竹叶它比较浓重，再其次无非就是有点点投影了，是吧？好，这是最浓重的这个地方，这两个你要种得下去，其他的墨色才过渡起来更加的自然，好不好？好嘞，右边是咱们的工具提示，大家做好先的准备，我们呢就要开始大家一起来画画了啊，画画了。好，能够看到我的双手，能够看到我的双手的小伙伴来敲两个数字5。大家早上好，啊，欢迎大家点亮左侧的小黄心啊，头像旁边的小黄心，点亮之后就有权限进入到咱们的粉丝群，获取高清蓝地图和工具清单了。提前一天呢，给大家这个这个叫什么预告啊？预告，你可以更好的去准备好材料呢，跟我们一起来。好嘞，左手一个5，右手一个5，对吧？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好，这个纸张的尺寸45乘以33的一个大小，这张画是一个立式的一个构图，对不对？那么我们呢，同样绘画的步骤是什么样子的？首先，我们拿出工具来哈，你可以用个蓝竹的小号毛笔，是吧？蓝竹的小号毛笔，它是狼毫，我们来塑造岩石也好。其实这张画因为它尺幅实在是太小，你可以不用，又或者用一个就是小号尺寸的狼毫笔来表达咱们画面，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有一支羊毫，羊毫你至少得准备2支，准备2支及以上，是吧？2支及以上，我们来染色，包括它的墨色部分啊。然后你需要准备一支小红毛或者小号的这个狼毫笔，是吧？我们能勾一些下面的细线，画面底部的一些细线，我们需要用一些精致一点的小笔触啊，去给它处理，好不好？因为有些画作你这个不可能全是大的这个大笔触去给它概括啊，要有精细的地方。好嘞，然后我们先拿出，还需要一个勾线笔啊，需要一个勾线笔。来，我们把镜头推进，先给它确定一下位置吧啊，这是我们以往给大家绘画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把这个毛笔在笔芯里浸湿，浸湿之后，毛笔的笔尖啊蘸浓墨，是吧？微微的去调和一下，微微的去调和一下啊，有一点点墨色就可以了。点关注之后，然后在头像旁边有个黄色的小星星，你把它点亮，是吧？1毛钱点亮之后就可以啊，在我们的群内获取每次直播时的高清案例图和工具清单了。好，用咱们浓重的墨点，相对清晰点的墨点，在整个画面的中心点上啊点一个点，是吧？确定一下画面的十字线，左侧不是给它画了个十字线参考线吗？通过这个点呢，去比较画面的位置和关系啊。已经点亮了，对吧？今天画慢一点啊，今天这个说话这个人的脑子有点点飘，所以我们慢一点带大家画啊。好，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首先来确定一下下方的这个叫芭蕉叶，它大体的位置，我们先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芭蕉叶大约位于整个画面底部，是吧？底部。从横着中心点到纸张底部一半，是吧？偏下大约2指，这就画到它的最高的点了，对，大致是最高的点。多大尺寸？左侧给大家应该标注了吧？对吧？33乘以45的一个大小哈。好了，我们不多说了，直接动手了啊！直接动手了。画了一个芭蕉叶的时候，墨色呢相对调和的自然，这个墨色呢可以相对的浓一点点啊，适当的相对的浓点，但是勾线的时候笔呢还是要沉稳一些沉稳一些。我们先来画这个最下方这一块吧，大约位于竖着的中心线啊，看好了，竖着的中心线大约在哪儿？纸张的底部，往右侧1到2指，是吧？1到2指就是我们最前方这块芭蕉叶的造型了。好，我们大概把这个芭蕉叶边缘的一个形态，是吧，给它勾勒出来。这个芭蕉叶它是一个翻转的，为什么要在这儿这样去勾勒？这是它下面这部分，
然后再往上方走，再把这个芭蕉叶的它内部是吧双钩的这个一叫叶片的叶茎，对不对？给勾勒出来，然后右侧的边缘，在南方的小伙伴我想都见过，北方的小伙伴呢不太清楚啊。好，左侧给它加一些脉络啊，加一些脉络在里边。杜德伟的这首歌很好听，是吧？好，我们来怀旧一下啊，怀旧一下。好，左右两侧我们都要给它稍微的，是吧？起伏的勾勒一下。内部勾勒的这种线条，对吧？勾勒的这种纹路，你可以接到纸张的边缘啊，接到这个轮廓的边缘去都可以啊。就芭蕉叶的造型嘛，你看，为了体现出来上下翻转的不同，下方勾勒叶脉的纹路，它肯定跟内部的不太一样，对不对？好，这个大概也理解了哈，大概理解。芭蕉叶还是比较常见，比较常见。好，我画了一笔，但是给大家说的有点多啊，来给大家再推进点，好，推进一点。好，在右侧，好，给它勾勒出来，啊，远处。好，虽然双钩它的这个形态，来把这个叫我们的叶片的翻转左右它这个叶茎就在中间，是吧？左右呢给它分开，对称着。早上好，早上好。勾这块细节的时候呢，可以慢一丢丢啊，慢一丢丢。这个下方的转折可以跟上方是吧？适当看起来有一定的能够衔接的起来，衔接的起来。好，这是我们画的最前方这一块，画的最前方这一块，然后再画内部的这个叶的脉络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淡一点。好，左边也是一样。好，左边下方，是吧？不同的角度的要给它带出来。早上好，大家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如果工具材料都比较方便的，可以拿出来跟着我们一起来感受感受啊，拿出来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是南方山水的一种景致啊。来，左边在画的时候啊，这个叶片超过竖轴中线大约2指左右，2指左右。好，这是上方这一笔，把叶脉给它先勾勒出来。好，勾勒出来之后，然后中间它是有一些翻折的造型，对不对？好，翻折的这个造型，而且芭蕉叶有的时候它是，这种边缘不一定是都是平整的，它可能是残破的，残破的。这个树前方的树是先画出来还是后画出来？肯定是先画出来，先画芭蕉叶。好，来我们双钩，根据它的造型，好，右侧
好，给它带出来了。远处也是一样。好，给它填充出来。这个呢是勾线，需要一点点呢，我们对这个用笔的熟悉度，不然的话你手呢容易抖啊，但是抖也很正常，抖也很正常，又不是说抖就有不好了，对吧？你抖一抖是吧？它可能更加的生动一点，更加生动一点。好，上方。上下的这个翻转的叶脉呢，它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的。我以为先画竹林呢，因为你看谁在前就先画谁嘛，一般都是这样哈，一般都是这样。好，大家勾勒出来了吗？如果这块勾勒出来的，来敲个数字1，好不好？等竹林干了再用3缕来。这是最前方我们勾勒的这一点点芭蕉叶，然后再往后方走，再往后方走的时候，最高的那一处是吧？它是2片，这一片呢，大概根据它的这个，记住这叶片呢，它基本上是要在一个聚集的点上放射出去，是吧？因为它们在一个树干的位置呢长出来的，在这个边缘。好，给它勾勒出来。好，在它左侧。好，稍微的勾勒勾勒。这个芭蕉叶边缘它参差错落，或者说不那么平整，那你在画的时候就不能让它过于平了。这就是一支普通的勾线笔，好，再往这一侧走。好，我们之前呢有那个伊文好像没有卖完了，回头呢我们再问问店铺。好，再往上方来。好，然后左右。好，给它加的完整。这就是我们芭蕉叶，之前可能没怎么这样画过啊，可以来先感受感受，然后再把左边还要加一根。给它完整起来。这个就要重复的勾勒一点叶脉，没有特别多可以，没有特别多需要去强调的。大体把这个纹路是吧，左右啊看起来角度呢偏一致就可以了。如果边缘有一些翻转，那么就根据线条去给它丰富一下，对吧？跟它丰富一下就行。风一吹就裂，是的。好，有一些开裂的呢，画儿看起来还会更加的丰富，会看起来更丰富。啊，双钩中间的这个叶的脉络啊，中间的那个跟进的感觉。这块如果画完，我们来敲个数字1啊。这是刚开始呢，我们可能需要去处理一点的小细节。最开始我们呢稍微细致一点，越往后面走，它稍微的要粗犷一些啊。越往后面走要粗犷一些。
这张画不能每张画都是那种是吧大块阔的笔触去给它概括，多多少少有点细节。滴水观音是吧？水源居士，好，星星小姐姐、翁之意都跟上了对吧？是眼睛跟上了还是手上跟上了？好嘞，好嘞。接下来我们要用浓重的墨色，看好了啊！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画这个叶片的时候，它用浓重的墨色去给它表现。它其实里边呢，我确实没有看到它有明显的勾线，多多少少我们还是要勾一点哈。勾了之后，你才更清楚它怎么去生发这种脉络。这个树最高的地方，我们来往下拽一拽啊，这是我们定的中心点，对吧？能不能推远推远？现在我们看看大体的感觉啊。这是我们定的中心点，然后这是画面底部最高的这个树叶画到哪儿？最高的画到我们整个纸张底部横着的，差不多横着中心点在这儿是吧？往上2指左右，大概2指左右嘛，对不对？好，确定了它的位置关系大约位于整个画面竖着中线靠右的纸张，大概一半，这就是它的最高的点。大致的位置你确定好就可以了。对吧？右侧呢，我们呢要矮一些，它要顺着这个叶脉络的方向耷拉出来一点。大家记住边缘的参差错落感，它画的这个叶片呢比较随意，没有特别多复杂的用笔位置确定好了，你外在的姿态画的相对形象就可以了，画好了是吧？那就好的。然后从下往上，比如说从下，然后呢再往右侧，就要给它添加，然后呢再从它的左侧，我们大致的感觉是这么去生发的。根据这种出枝的方向，我们能确定好一会儿我们的叶片或者说竹叶它的这样大体的这种姿态的走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去添加几笔啊。你添加几笔呢，一会儿跟着它呢去长叶子呢就方便一些。微微的加一加，不要让这个线条特别的粗，或者说特别的跳跃墨色合理即可。好嘞，画小了，那就再多画一点点。接下来我们根据这个脉络去给它画这个叶片了。这叶片在画的时候，大家可以抬头看一看大概用的什么样的一种符号是吧？其实它叶片非常的灵活，你可以把那种介字点是吧，向上或者向左右的角度给它耷拉开有点像那个就像上方是吧炸开的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了，你就把它理解成个字点，它大部分好像画的是个字点的感觉，当然适当的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角度偏一致的，对不对？当然有长有短，参差错落开这种小笔触是吧，都是比如说底部重一点、浓一点、粗一点，然后往上呢它越来越细，对不对？给它错落开，然后呢适当的连叠，小燕子对吧？关注了你，为什么在你的抖音号看不到你有直播是吧？这不知道平台又在做什么。来，我们呢再来，从左是吧？往右，我们根据这种出枝的叶片给它加一加。好，左边也是一样，笔触不要画的过大了，它们之间呢可以适当的有一定的连叠，连叠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一定的叠加是吧？串联让这个画看起来它会更加的丰富一点。
们再往这个下方走，不能画散乱了啊，还可以角度稍微的破一破，也不要笔画的平行了，对不对？笔平行，这个画看起来也比较奇怪。OK， 这是我们顶部这一块，它底部往往比较粗一些，对不对？或者面积也比较宽阔一点，那我们可以再加一加。好，左边。好，点一点。这处树叶是不是大概画出来了？然后在它边角，我们以这种浓重的墨色去把芭蕉叶给它衬托出来，比较散、相对繁杂的这种叶片，去衬托这种比较平整、双钩然后呢具有一定的装饰感的这种芭蕉叶的叶子画呢，它会显得更加的什么？会更加的这个丰富。这节课会放到咱们的回放里边。我们平常直播的这个案例一般都会放到回放里边的，至少120节完整案例的直播。当然，还包括了对于我们零基础小白来讲很重要的基础技法教程赠送给大家，永久观看权限。好，然后呢，再往下方走，有浓有淡，最基础的，比如说这种用笔用墨，可能甚至于调和墨色、拿笔都还不太熟悉，是吧？有的小伙伴是吧？有没有是吧？毛笔都没有拿过的，有的话来敲个1，我们看一看。都没有关系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因为我们很多小伙伴都是零基础，绝大部分小伙伴都是从零开始的，也不是本专业的他都是做其他工作，然后呢得空是吧？培养一下自己的兴趣。回放在咱们学廊上方，好，从下往上去给它叠加叠加。好，都是有基础的，都是拿过毛笔的那挺好。好，底部它需要密集，那该密集的地方，大家都要给它敢于浓重下去，或敢于画的密集。好，不要笔呢分明，或中间特别多的散碎的小白点，这是一种杂树叶的表现的方法。是的，是波云。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点关注不迷路，以后直播呢可以给大家相应的提醒。在我们的群内，你点亮黄色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到粉丝群了，在群内可以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再往下，好，角度甚至于给它破一破。是吧？给它破一破，我们是不想让它看起来太过于咋呼，是吧？我们所以呢，叠加的还是比较角度偏一致。好，边缘你看都是参差错落开的记住了，小伙伴们，它不会说都是平整的，都平整的那就看起来奇怪了。这个就是咱们橱窗里边的小红毛橱窗里的小红毛，你可以往下面去看一看。好嘞，好嘞。这块画出来了没有？好，如果大体画出来了，可以敲个1。我看到大家看一下大家的进度我们在周末嘛，画点画让大家轻松一点，然后呢还可以照顾一下大家的节奏，不要因为没跟上是吧，就比较这个气恼是吧？不要这个太多的情绪我们画画是为了让自己更轻松是吧？得到更漂亮、更美丽的愉悦，让自己心情美美的。
美丽的风景分享给美丽的你。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咱们的菊妹，谢谢咱们这个石头赠送的粉丝灯牌。然后左边是吧？左边我们呢同样根据这种叶片是吧？好，再来给它叠加。画这块的时候要有点耐心哈。一上来今天呢，我们就画的细节呢相对繁多一些但是这块画完，你要把下面的这种点景的内容画完，我们就完成一半了。啊，厉害吧？我们把这个下边的画完，这张画其实就完成一半了，因为它没有特别复杂。繁多的内容，山石其实我们画不了多久啊，在前方我们可以细致点。叶子怎么画？刚刚不是说过了吗？来，不知道的再抬头看一眼啊，抬头啊，啊，抬头一下。比如说从下往上，拾起虚收，是不是？下边浓重，下边呢这个浅一点点。底部就是说入笔的地方宽一些，收笔的时候窄一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个字点嘛。我们一般画叶子是从下这种画，是吧？画个字点或介字点。然后今天这种呢是竹叶，类似于像竹叶的这种水竹啊，它可能形态叶片的，也不一定完整的像这个竹子一样，但是它基本上上生发耷拉的，我们通过这种剪影的笔触，是吧？去给它概括，是吧？给它概括就可以了，适当的错落开。你大体比如说我们都朝一个角度，是吧？大体朝一个角度去画，所以画完之后给它破一下，打破一下这种平整的感觉，所以给破一破就好了。什么？把纸张往左边移一下是吧？哦，可以的，可以的。好嘞，我们边画边等一等啊。前方咱们不打紧啊，前方不打紧。然后再来，所以不要笔平行，也不要散乱不堪，它要有疏密。你看很明显，内部密集的地方，它的叶片点的很多嘛。笔触的缝隙是吧，留的白点，它不要每一笔都是特别清晰的。你看，我们适当的去叠加一些笔触。里边的笔触看不清晰都没有关系，我们要给它适当的叠一叠啊，叠加一下，让这个画看起来丰茂，看起来更丰茂。好，左边啊，左边，我们可以比如说某些角度。让它宽一点点，往左边画可能不太趁手，你还是慢一点，把它这个什么行笔的感觉呢拿得准一些，或者沉稳一点之后再下笔，好吧？往左上角画是吧？你搁谁他这个用笔的不长期，因为我们都是右撇子，对吧？往左边去画的话，它都有点不太趁手啊。不同角度的这个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熟悉度了，不同角度的你要是都熟悉了，那么画起来就肯定更加的轻松，更加轻松。好，然后左边是吧？左边为了给它打破一点这种平整，给它稍微的再加一加。现在里边他说老你这个画里边不是还有挺多的缝隙吗？我们一会儿用淡墨稍微染一染，基本上大的缝隙没有了，是吧？我们再给它一会儿染一染就好了。需要一点耐心哦，叶片繁多，那么你可以先适当的练习，局部练一练，一会儿再往课后这个什么，我们练的熟悉点了之后，再往上面去叠加，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右边繁密，左侧在点这些叶片的时候，它可以相对的疏朗。但这叶片尽量不要出现特别明显的十字交叉的点，是吧？可以稍微的这个，注意一下。
OK， 来喝口水。咱们这个课程呢有回放的，而且是永久观看权限，永久的观看权限啊，在屏幕上方啊，第一个链接，咱们小黄车第一个链接，不成绘画师是吧？不罢休的小承诺。好了，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啊。我们现在人少，还可以给大家点评作业啊，语音给你点。好，稍微的给他点一下，点一点。高矮的再错落错落，在这个叫什么芭蕉叶的后方，你多去给它叠加一点，多去叠加一点。我知道这块是很容易大家小伙伴们出现问题的地方，很容易出现问题。为什么？因为对这种繁杂的这种东西啊，处理起来越是细小，越要注意到整体的一种关系。整体有什么？边角的这种参差错落，再一个呢是整个墨色的一个浓淡的这种衔接过渡关系啊。有哪些？我们整个画它要什么？对比要相对呀，相对跳跃，就是前后繁简，是吧？一繁密，一个呢简约的对比的节奏，再一个呢叶片边缘的参差错落感啊，参差错落和这种用笔的不同角度的把握，还有就适当的有点疏密，该密集的地方就要密集点，无非就是我们说的3个点嘛，外在的姿态看起来形象，内在的墨色看起来过渡或者说对比啊自然，再一个是什么呢？疏密的节奏，你只要把这几个点把握住，是吧？一张画的这个叶片，我们出不了什么太大的问题。购买之后，我们在学浪 APP 上面就可以观看了。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好，然后左边，但现在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了相应的教程。技法教程，还包括现在我们可能有的小伙伴说，老师，哎呀，这个是所有的绘画都像山水都这样画吗？这是20世纪的画作，他们可能更多的呢倾向于一些绘画的风格多元以及创作的形式的多元，表达的形式的多元。那么我们对于最传统高古的笔墨的意趣怎么去体现的呢？那这个就是老师的专长了，是吧？带大家进行临摹古代传统的宋代，对吧？元代、明代，是吧？清代他们的一些重要的经典的画作。往左侧画是确实不太一劲儿，手腕不太方便。我们呢稍微的练习啊，练习。好了，大家伙儿画出来了吗？哎，我们这一簇叶片呢，大致给它加到这儿。好，在这个叶片的下方，我们也要来一点点过渡自然一些哟。大家上午好，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易朵云的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好不好？点完关注之后，可以点亮左侧的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到粉丝群，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了。OK， 这是我们画的左下角，是不是？哎，有的小伙伴这画乱了，是不是容易画乱了？我们等它干一丢丢啊，等它干一丢丢，我们再来给它染一染，平整一些哈。我们画完之后要给它给它处理的相对的平整啊，整体的关系，照移到整体的一种视觉效果，不是勾完点完就可以了。这些画当中应该是最浓重的墨色就在这里了，最浓重的墨色就在这儿了。好嘞，我们这个笔呢，在这个套装笔里边，套装的这个链接里边，它都有用小红毛或者小号的狼毫，是不是？当然，我们以后给大家单独呢做一个链接，我们使用的某一个款材料，在屏幕上方，大家已经看到了吧？来，我们推远一点点，现在可能来这画的怎么这么多
这么多啊，是吧？一上来就画这么多，不可能一上来都画特别简单的了。好，这块呢先画到这儿，等它干是吧？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再来给它稍微染一染。没有干，然后我们就去染呢，很有可能有些墨色，有些纸张材料呢属性不一样，它容易这个什么，晕成一坨了。那我们这画晕成一坨就不好看了，对不对？啊，放大看一下，来，好，这样可以了吧？好，如果这块跟上画完的，来敲个数字1好。我们其实这块画的很慢很慢，就希望大家能够跟上。然后在右侧我们要画点景的房屋，左侧呢有点景的小船儿，点景的小船儿。左侧呢它有个竹筏的感觉，有个竹筏，竹筏不就几根线吗？对不对？不就几根线就可以了吗？所以呢，大家可以放松一点点，是吧？横向的一两根线，然后呢，比如说我给它画3根都是可以的。上面有一点点景的小鸟，这个鸟叫什么？是漓江的特有的一种特色，是吧？是不是叫鸬鹚？是吧？长得有点像鸭子、像鹅一样的感觉啊。哎，它呢还甚至会帮当地的这种渔民呢打鱼，捕鱼。就是大概脑袋尖一点啊，身子呢宽一些，一口气点了3000赞，1000赞啊！屏幕不要戳坏了哈，以后都是节奏大师。不仅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画出了漂亮的作品，还以后带出了节奏，是吧？带出了节奏。然后在右侧，比如说中间啊，它是像一个竹楼啊之类的东，在这个上方啊，微微的来一点就行，是吧？这个3根线，然后左侧是吧？你点2个点儿，是不是在那儿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去画特别的内容，它画的像与不像都没有关系，要学会去概括。这么大的空间，是吧？画的不像也很正常，好，微微的来点淡墨，是吧？微微的来点淡一点的墨色，从上往下，从上往下，好，把咱们这个小船上方的点景的小的动物啊，把它投影给它带上一点，是吧？小船就不用去加投影了，就它上方上边浓下边淡，我们把这个物体的小的投影呢给它加出来。墨可以淡一点啊，不用特别干，这块没有特别多的繁多的细节。好，来画这个点景的房屋了啊，画点景的房屋了。主页画多了，好多了就多了吧。好，离这个小船的或者竹筏上方1指左右，这是我们底部留出的房屋的边缘。然后在上边我们把房屋给它边角画出来。好，从上往下，好嘞，这是我们房屋的边缘，甚至于在这个边角是吧，再加根线条，然后房屋上方我们要顺着这个瓦片是吧，加一点这种叫瓦的棱沟是吧？后方呢再来一栋小房子。好，再从上，好，再从上往下，我们把这种柱子垂直于画面，不能让它倾斜着了啊，这样的话房子才能看起来稳得住。然后中间我们可以微微的加一点点小的门窗，让这个画面呢更有生趣一点。然后我们在底部这个浅滩，这个房子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建的啊，就建在水边上，
吧？在它水边儿。好，然后啊，我们底部给它稍微来个浅滩啊，然后下面呢，我们都要用淡墨，最后给它统筹起来。好，下方是有倒影，然后前方那个房子呢，它是有个门窗，有个窗户的，在左侧加一个小方块就可以了。然后用我们的淡墨，用一点相对淡一点的，或者水分饱满一点的，可以把房顶，把咱的房顶平整的染一染。好，不能完全把咱们的这个之前勾勒的线条给它覆盖了，它是什么？相对的重，相对的重而已。这些画这种点点的小房子是不是并不难啊？非常的卡通有趣啊！来，我们推远一点，推远一点点，动手点赞了，动手点赞了。好嘞，啊，这是我们画的左侧的右侧的小房屋哈。前方的等它再干一干吧，等它干一干，我们之后再来染。跟上了吗？为主播点赞。来，我们再来画它的左边啊，再来画左边。左边这种点点的小船儿，我们也要给它带出来。点点的小船儿，它大约画在就这个芭蕉叶和这个树叶的旁边点过来。它离纸张的左侧，离这个纸张的左侧边缘是吧？离纸张的左侧边缘还有大约一个大白兔的距离，大白兔距离是吧？好，你吃早餐了吗？然后没有吃的话，大早上的可以来一颗香甜软糯的大白兔，让我们在绘画的时候，嘴呢既不寂寞，也可以呢更加的香甜软糯，更加的愉快。好，咱们在左侧，咱们再往左侧啊，给它添加这种小的船只，小的船只，勾一勾啊，勾一勾。你看下方用的这个勾线的墨色其实都很浓重，没有几笔是淡的，但是，它并不是完全一块实的墨色，是吧？它有层次的，还在吃，是吧？然后我们再往左边走，往左边走，可以先把船的这个船体，是吧？这个下边这根线勾勒出来，从左，好，给它勾勒出来。好嘞，好，大致给它加到这儿，它会接近于咱们纸张的边缘了啊，接近纸张的边缘了。然后这个小船儿上方啊有一定的宽度，然后我们再往上面画的时候，还是要用精细一点的，用我们这个小红毛吧，用小红毛从下这根线再来一根。再来一根线，然后我们再从它这个上方的这种小船啊，应该是两个小船停泊在这儿，是吧？叫江边泊舟，那就是船舶是吧？停泊在这个水滩河边嘛。那么在勾勒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上方它有一些小的船的篷是吧？我们给它带出来，船篷，然后好像有一些参差是吧？它不是一个平整的。对吧？而且它们之间还会间隔一定的距离，这种边角是吧？垂直的给它加一些小笔触。画山水是不是造型上比较轻松，比较愉悦，比较简单啊？你画的这个再这个含混一点，它也不影响，是吧？它也不影响。好，下面画的这种柱子等等，不要在一条线上了，
好，下方我们要根据这个船身体，对不对？从上往下呢，给它加一点投影，从上，对不对？我们底部刚刚不是画了2根线吗？可以把这根线呢隐约下去，画了3根哈。最底部那根线我们感觉有点低了，还好我们这个下面有墨色可以给它涵盖覆盖掉。好，再来。在小船下方，好，给带出来了。可以用一点点淡淡的墨，一丢丢淡淡的墨，把我们这个小船的侧面，是吧？侧面的柱子部分，好，给它染出来，来给它染一染。右侧差不多干了，对不对？右侧咱们的这个叶片内部，我们用淡一点的淡墨，好，去给它稍微的染一染，把内部留白的白点给它染掉。芭蕉叶把它衬托的更加的平整，不能让它看起来那么的琐碎，对不对 ？OK。这种叶片或者芭蕉叶我们很少见，我们以前给它讲过很多这种点法，对吧？比如说芥子点、各自点、大混点、小混点、胡椒点，对吧？梅花瓣点，它都有点不太相同。但是这个画家他更注重的不是说笔法符号的一种形式，而更加追求的是一种质朴的表达的对象，所以他会用一些类似的这种用笔的方式呢，去给它体现它的造型特点。我们传统的呢，可能更加注重它的这种程式化的这种表达，是吧？但是它作为一个基础，你看它同样可以灵活的用到咱们的画面当中，是吧？边点赞边画边看，然后回过头来看回放也行。然后在这个咱们这个芭蕉叶的底部，稍微的来一点，好，不能把这个底部完全给它用墨色染完了，要留出一定的间隙来，显得透气儿。好了，这块大家表现出来了吗？好，这是我们画的最下方的这一处的小细节，稍微繁复了一点啊。然后我们再来，然后我们再来添加上方的这种小船儿，在这个小船的后方，在这个小船上方吧，它有一个什么架子之类的，上边耷拉着一点，挂了一点颜色的东东，说像布，也不知道是什么。后边这个船是不是也有一个船的顶部的一些轮廓和造型？好，然后边角 OK。好了，这是我们画的这个小船，2层哈，2层，上面是留白的，对吧？最后我们要用颜色赭石色，给它同染出来。然后我们再来，各位小伙伴，点景，我们一般在基础技法给大家讲什么？一般就是山石的皴擦的笔法，对吧？还有我们树木的勾勒树干、树根、树枝，以及它叶片的表现方法。
那像他的画的这种笔法呢，都更加的概括，更加灵活啊，更加灵活。包括点点的船只、云水瀑布，这都是我们作为赠送的基础技法教程，在我们的这个回放里边呢，给大家准备好了。左侧的边角是吧？你可以到时候呢回过头来慢慢的看，去练习哈。左侧边角底部往上大约2指，左下啊稍微往右上走一点大约画3个手指宽度嘛，可以有一定的厚度。然后再往上方走，对不对？好，然后边角同样给它加一点小的柱子。好，然后再来点淡墨，再来点淡墨，从上往下，把这个投影的感觉，所以给它带出来。就在这个有房子这块呢，它要面积宽一点，有一点雪景的感觉了哈，都有，只要是够了咱们回放的小伙伴呢，在我们的基础技法阶段都给大家自动的更新了。目前呢更新到术法阶段，每周咱们更新大概2节左右。好，在这个小船上方，我们还要加上桅杆，这是目前给大家赠送的哈。这段时间过去，咱们就不赠了。在咱们这个小船的船头是吧，加大概一个大白兔的这么一个高度的一个桅杆，是不是？从上往下，然后底部是在船头都给它加一点。这个桅杆他们可以挂这个帆布，对不对？有没有这种生活经验的小伙伴？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啊。感觉船在飞是吧？好，这是飞船。好，要有点耐心哈，咱们才能看到最后的画面效果。左侧的边缘，我们先不画下边了吧，再画下面，可能大家就烦了，是吧？这么繁多的细节，我们开始画远山，画完之后，最后再回过头来画下面，这有一棵小树。赠的基础技法教程和历代名家临摹，只不过临摹目前还没有开始啊，但是基础的技法阶段呢，已经开始了。因为很多零基础的小伙伴来跟咱们的直播，是吧？我们也为了让大家能够或者基础技法还不够扎实的小伙伴，能够更好的去跟上和画得出来，了解我们的山水的绘制的一个基础的要求，对笔法墨法基础的皴擦点染。树、云、水、瀑布，是吧？天台 logo 点景的船只以及人物，都是我们呢在基础阶段给大家讲到的。你需要一个练习的过程，所以呢不用怀疑自己，练一练就好，都可以学得会。永久的观看权限，而且价格呢相当于大家在线下的1节课的费用，永久的权限，是不是？平均下来每节课是吧，可能也就是1块多。我们再来画顶部，这个石头就最高的这个不是最高，最突出的这个山峰大概在哪儿？最突出的山峰在咱们整个画面大约横着中心点往上到纸张边缘大约一半，是不是？位于最高的点呢？这个山峰最高的点大概在竖着中线靠右，一直左右，是吧？没有跟画的点赞了。好嘞，我们推进。大致的位置确定好了，它是一个三角或偏梯形的造型，我们可以用比较饱含水墨的笔点。一会儿会让大家截到图的，现在不用着急啊。好，比如说用一块墨色
饱满的笔触，水墨饱满，把这个山头给它点出来了。卡了一下是吧？好，不影响，现在好了就行。然后再从左侧，从右往左，从右往左，右上走下，应该说是，大体把这个轮廓勾勒出来。因为左侧的轮廓线它不是特别的清晰再往下面走的时候，我们可以勾勒的更加的明确一点点。卡了是吧？现在应该好了。我们等等吧。好，这个大的转折接近于在我们的这个十字线交叉的这个点这个位置啊，交叉的这个点的位置。好了是吧？好了就行。然后再从它的右侧高矮的稍微的来一点笔触，从上往下来一点儿。从右侧在画的这个山峰的时候，它就没有左侧那么高了，低矮一点点。但是这个山头墨色可以平整一些，平整一些。是正宗的红心墨汁，这最基础的，它是红心，然后油烟墨比较浓重，来推进，然后再往里边画的时候，它是一个梯形的造型，对吧？我们刚刚说到。要勾勒一些轮廓在内啊，勾勒一些轮廓。然后再往上方，在这个岩石的亮的地方或前后转折的位置，我们要去找一些它的轮廓或者结构，这个画面它才能看起来更加丰富。然后再来点淡墨，我们在它的边角，右侧边角，从上往下，好，画的这个墨色，整个它的不是特别的浓重。最前方，也就是右侧的那个山峰，右侧竖着的中心线，右侧的那个山峰啊，然后在它的边角，我们可以稍微的交叠一些小的穿插的笔触，有宽有窄，有繁有简，有繁有简。好，给它交叠出来。好，再往右侧走。好，再从上往下，适当的去交叠。推远一点点。它这个就是前后的叠加的关系，是吧？你只要给它穿插出来之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塑造它的厚重感了。好，各位小伙伴啊，就岩石画不出厚重，画不出这种体积或者说这种层次的，你可以看看是不是在我们造型这块的时候啊，你对这种前后交叠的这种形态啊，把握的还不够到位，是吧？我们还需要是不是要把前后交叠的关系呢找一找？只有你找到足够充分，或者对这种结构足够熟悉，是吧？你想怎么皴，是吧？都可以给它带出它的厚重的效果来。如果你对这种结构不太熟悉，对吧？你的随便画一画，只是为了加上一些笔触，哎，看起来上面有一些笔触，你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去叠加的话，那就容易出现，是吧？比较平啊，
或者比较碎，对不对？它不能根据这种造型的结构去行笔去行笔。你别看这个画是吧？这块我们现在看起来繁复，内部的造型没有特别明显的秩序或者特别可以好表达的这种造型，整个造型偏梯形或三角，然后内部呢左右是吧？有左侧在上的，也有右侧在上的，相互的去交叠。但是皴的它往往是两侧，你看边角两侧边角相对的重一点，中间在局部的前后交叠的轮廓线上面清晰一丢丢就可以了，淡墨微微一擦，这张画就可以了，所以并不复杂哈。好，你比如说在上下交叠的地方，是吧？为了区分开，一个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是墨色的这个对比关系，对比是什么嘛？那不就是为了区分开左右是吧？一个浓一个淡，或者一块浓一点一块淡一点，哪儿浓呢？是吧？就是被遮挡的地方。你看在这个结构线，它是不是明显它在上方？因为它在上方挡住了后面这块，所以后面呢就要重一些，然后这块呢是它在前面，它在后边，这块也是，所以就是这种结构叫勾琢，对吧？对它的造型你足够熟悉就好了。好，皴的时候并不完全是擦出来，它可以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笔痕，是吧？皴的这种笔痕，它岩石会显得更扎实。轮廓结构你找的足够充分扎实的话，你皴出来，它就肯定效果更加的沉稳一些沉稳一些。好了，咱们再往下方走这块我讲的大家理解吗？如果我讲的理解了来敲个数字1我看看大家的一个理解的情况。好，然后再往下方走，是吧？理解了。然后就是你要适当的去勾勒一点点岩石的这种造型，好，再从左侧走的时候，大概的轮廓和形态呢，结构关系出来了，对不对？顶部实，下边呢虚。什么是实？对比强或者墨色强嘛，实。其实中间是比较实的，中间它画的笔触清晰，对不对？顶部呢，它的墨色呀比较含混，而且造型呢它也隐约。两头就比较虚，它是在这种大的重墨里边的虚，这个呢是淡的墨色里边的虚，下方。好，我想零基础的小伙伴，你如果稍微耐心点哈，我觉得你要有工具材料都可以跟得上都可以尝试的画得出来。我们就是让我们即便是没有拿过毛笔的小伙伴，你也可以尝试着把它给画出个七七八八的效果来，是吧？好，当然这个没有系统的给大家讲太多山石树木，这个呢有个练习的过程，我们刚给大家讲到，作为基础教程呢，都作为这个咱们回放赠课赠送给大家了。好，然后右边再往下方走的时候，给它皴擦的上方，你看比较平整一点，不要让所有的笔触都特别清晰。我们用淡墨把它统筹起来，比如说底部这块越往下方走，它是越来越虚的，可以稍微用大一点的笔，我们的蓝竹是吧？蓝竹。什么是结构？就是前后的交叠这个小伙伴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啊。来，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你看一看啊，比如说我勾了这么一块轮廓岩石，是吧？勾了一个结构线，那在后边是不是再可以勾勒一个？所谓结构，就大的体块和构成的一些小的要素，就是这个大的轮廓当中内部的一些主要的突出的形态或者轮廓，我们就把它称之为结构大的外在的轮廓，外在的这个形叫轮廓线，内部的这些形就叫结构线，理解了吗？然后这种结构线相互的去交叠，那么对这样内部的造型的把握，
可能需要一个练习的过程。它是有宽是吧？有宽的或简阔的面积，也会有线条繁茂的一些地方。相互的交点，你要区分得开谁在前谁在后。那么你在塑造的时候，你就更好的去区分的这个结构线。比如说它在前，那么就把它后方的加重，然后过渡过去。它在前是吧？就往后面又去加重。它在上方，那么下边就要加重。谁在前谁在后，不仅仅是小笔触去概括，它还有大的体块关系呢。那么可能后面都在后面，我个大的这个擦出来，理解了对不对？啊，这下应该理解了吧？啊，对这个结构不理解，那这个词儿我们给它延伸一下它内部的关系。皴擦是容易起笔一团，太干又擦不出来。有的可能跟你纸张使用的也有缘由哈，有的可能用的是那个机器宣纸，机器生产的，它可能就出现那样的效果。我们尽量使用这个手工生产的。好，左右两侧的位置上，是吧？我们适当的给它加重一点，皴完了之后，是吧？皴完了之后，这种笔触比较碎的话，用淡墨给它衔接过渡一下，是吧？淡墨衔接过渡，不能让它显得特别的琐碎。它是要有这种轮廓线在里边，然后你去皴的时候，你可以才更加的扎实，而且画面才能更加的有这种厚重感。那如果对结构不熟悉，就是纯粹是在里边画的玩儿。好，底部虚怎么虚？那么就是墨色淡嘛，逐步的就给它淡下去了，就用淡墨去给它概括出来，把底部，是吧？给它擦出来了。前面的要明，后面的要暗，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子。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它在这个虽然是在前方，我们也要给它概括到大的这种转折的体块当中啊。小的体块是吧？它虽然在前，它要服从大的体块。小的呢区分的有了是吧？大的呢我们就要给它。好，右侧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它并不需要你每个地方都刻画的特别的精到，而是有详有略，这是中国画表达的一种节奏。包括绘画，其他的画类也差不多是这样。有的地方刻画的比较精细，有的呢刻画的简略。这种岩石的造型相对繁复一点，好，咱们在整个画面大约横着中心点，对不对？横着中心线，再往右侧往上2指，我们可以确定出我们最右边的这个山峰的岩石轮廓的造型，对不对？顶部呢，它可以重一点。好，这大概顶部它同样需要一些浓重的墨块，是吧？都是顶部山峰石，为什么山峰要给它，或者说墨色对比更强啊？因为只有上边实，它下边才更好的虚，下边虚才能更好衬托前方，对不对？这是画面整体的一种节奏的一种统一感啊，整体的统一感。顶部稍微尖耸一点点啊，这个山峰的造型。好，喝口水，等等大家伙儿啊。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啊，点关注不迷路，以后直播呢可以更好的提醒大家。每天晚上你比如说8点左右，你可以点开博云的头像，看一看内部发布的这个消息，是不是？看看我们第2天画的是什么内容。如果你点亮黄色粉丝灯牌，就有权限的在我们的群内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然后才能更好的去准备第2天我们所要绘制的内容，对不对？我们基本上都在上午9点半开播啊，至少目前我们是这么定的。以后呢，我们可以做合理的一些调整啊，合理的调整。好嘞，然后大概我们给它确定出来。山峰是吧？右侧，山峰右侧，我们呢给它适当的去皴擦一下。再往底部走是吧？要衔接到
这个边缘去了，要衔接到边缘去了。用淡墨，没有完完全接上啊，没有完全的接上。好，再从上往下，给它稍微的，它虽然是比较淡、比较虚，但内部的造型轮廓还是要稍微的勾勒一下。它不是一块平整的，并不是一块平整的。对，咱们的这个至少120节完整案例的直播都放到咱们回放里边了。目前咱们画的都在这个回放里边，都在回放里边。我们下播之后是不是就会给它上传，可以更好的帮助和巩固我们的学习。OK， 好，在它两侧中间是吧？我们的用弹幕给它衔接过渡了。好，我们推远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视觉效果哈，大概的一个造型或者空间感是不是有了？然后底部我们在衔接的时候，在房屋后方是吧？它有一点点小的枯枝，大家可以看看啊，比如说从上往下，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画面的需要，你如果觉得不想加，你可以不加都可以的啊，加一点小枯枝。好，左边。好，叶片可以把房屋微微的挡住一点。好，这是小的枯树，让这个画看起来丰富一点。一会儿可以在这个画里边是吧，点上一些是吧点之类的啊，叶片的点，然后再往下方走的时候，再往它下方走的时候，再往下方走，我们可以把这个浅滩的轮廓是吧，左右轮廓给它连贯起来，因为在左侧的山峰底部没有刻画太多的细节了。我现在画的这个速度可以吗？会不会太慢？会不会太慢？如果太慢，咱们可以加一点速。我就怕大家觉得我墨迹了啊。好，淡一点儿，淡一点儿。是要来一点小的枯笔，给它点一点，是吧？可以的，是吧？好，正好。如果你仅仅是看，你可能会觉得着急啊，才画这么点儿。但是如果你跟着画，是吧？速度就可以了，速度就可以了。对，喜欢大白兔，还是喜欢咱们的开心果。来，我们呢，在这个底部，我们稍微的是吧，用淡墨，淡淡的墨哈，淡淡的墨，我们给它点一点，点一点，不要点到这个边缘去了哈，只在这个石头的底部，我们来一簇就可以了，来一簇就行。松动一点，不要太跳跃，它像是一些茂密的一些植被，像被烟云或者雾气呢所笼罩之后，微微的体现出来的一点点的小的点，这速度合适就好。好，那这个时候画面就丰富起来了，好嘞，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大的一种投影的关系给它带一带，然后就加上面的小树，哎，画起来就很快咯，一会儿就就可以画完了。用咱们的淡墨，左右两侧
都要顾及到啊。可以用咱们的羊好，每次买回来宣纸有折痕，生宣都没有关系，熟宣就不能有折痕。熟宣让它用那个，比如说一些桶子，是吧？给它装起来。好，用淡墨在咱们的小船和这个浅滩的下方，从上往下，是吧？由浓到淡去给它进行过渡。然后左边从上往下呢也是大致的，再往左边走的时候哈，它的这个墨色要比右侧淡一点，左边的投影墨色要淡，右侧的浓一些。好，直接染到咱们那个小船上方。竹叶的内部是吧，都可以染的比较均匀一点，房子不会被淹吗？艺术的表现手法呢，它总是浪漫的，不一定按照严格的某一些逻辑或者现实的方式来，它会进行一些现实的这种参考。海景房是吧？江景，这是江边的一个是吧？漓江边的一个景象嘛。好。然后我们再来点淡墨，把咱们的这个小的点是吧，稍微的晕染。浅滩留点白，最后我们要着颜色在上面的啊，是吧？你稍微耐心点，画面的效果是不是大致就出来了？大致的效果就出现了，后面画起来就很快了啊。左边等它干一点，我们再来加这个数吧。大家画的如何了？如果跟的差不多的话，来敲个数字1。右侧的这个岩石的底部也要用淡墨是吧？给它衔接下去，虚淡一点点。当然要保持和这个叶片的区分啊，一定是要淡，同时要跟岩石能够衔接得上啊。在这个里边，它是不是也有这种前后交叠的关系？但是统筹这种大的体块的灰虚淡的这种墨色里边，芭蕉叶很漂亮，染完颜色更漂亮哈。好嘞，画到这儿，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往远处走，我们推进一点哦，推进点距离啊，因为大的关系，我觉得宏观的这个位置关系大家都可以把握了，然后再往里边画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的细节了，是吧？小的细节，干了之后再加叶片啊，免得它黑成一块儿。太喜欢了 ，OK。好嘞，我们继续再来画这个，它左侧的岩石，左上角，我们把这个案例往下挪一挪啊，墨色要虚淡一点点，然后用比较概括的笔触，比这个山头大约高2指是吧？移到左侧的边缘，高2到3个手指差不多。然后呢，上方是吧？平整一点的淡墨，参差错落一下。这是左侧山峰，我们要跟它画的相对的淡一点啊，现在没有干，可能看起来比较重。然后呢，再往下方走，离左侧边缘大约是3个手指这么一个宽度，你可以大致自己观察一下，从上往下。是吧？顶部实一点，下面虚一些，然后在里边去交叠一些它的结构线，交叠一些结构线。左侧
就是左侧的这个岩石，它要和前方的岩石它有一定的呼应，对不对？造型呢，细节上面呢都差不多，然后我们再来画的时候，只不过画的墨色整个的虚淡一点点。整个虚淡一点。好，再从这一侧走，在水流两侧，水流啊，咱的这种水流两侧，它的墨色相对来讲比较平整。为什么要平整？只有平整，它才能更好的去衬托嘛。这块它是不是有一个水口瀑布，是吧？高山流水啊。好，再往下面走的时候要虚啊，墨色就要浅淡。下面虚接一些，虚接一点。啊，再往右侧用淡墨啊，淡墨把这个山峰画出来。前边的对比实是吧？后面对比它就要弱。从上往下大约画，从上往下大约3个手指啊，3个手指。离我们竖轴中心线靠左，你可以找到竖轴中心线在哪儿？靠左大约3指，这就是这个山峰啊最高的点，最高的点。然后从上往下，对吧？大概的一个墨块下来。就把山头的造型就画出来了。然后再往右侧走。是吧？顶部要让它平整一点。顶部平整，然后我们再往下边勾勒这个山石的塑造啊，勾皴擦点染。勾勒的时候，我们要把它这个什么，把这个墨色把控住，墨色把控住，然后再往下方走。上方它是一个虚淡，比较这个什么概括的一种造型，概括的造型。好，从上往下。底部在皴的时候，它的造型远处在勾勒勾皴尖勾带皴的时候呢，它不会像前方那么的一笔一画的去皴，是吧？后边可以适当的概括，这就是用笔的一种张力，对吧？前方的精细，后边它适当的去概括一点，这种详略的节奏，是吧？有精细，有呢简略。好像有小亭子，山顶呢它是会有一些小树，没有亭子。好，左边是吧？我们呢可以用淡墨是吧？稍微的把这种岩石的对比关系给它擦染的下去一点。画这块的时候有什么困难？画这块的时候有什么困难啊？这是我们画的这一块小的细节。跟上了吗？跟上的敲个数字1。对，淋的是白雪石的，作为咱们基础的一种绘制。上面平整一点，再往下走。你看远处画的都不会特别的浓重。
眼睛跟上了。好，左边它轮廓相对清晰，右侧它轮廓都看得不太清晰了。对，这就是一种大的一种节奏的关系啊。好，越往远处走，更加的浩渺，更加的这种虚淡。然后比如说再往右侧的边缘走的时候，右侧边缘比这个矮一点点，比这个中间这两块岩石之间是吧？我们呢再来给它画一个山峰，顶部实，下边虚，浩渺的这种漓江啊。然后再画的时候，就是它左边啊，左边有一个山丘，两块岩石之间是吧？甚至于再矮一些，从上往下，左侧还是要留出一点点这个宽度来哈。它们中间这个水口，我们要刻画的更加精细点，精细点。用的画册是哪一本？这本呢没有画册，这本目前没有画册。我们之前给他推荐的画册呢是这个陈少梅的。我们短期之内呢就会以他的画作呢作为我们这个参考的案例，带大家来了解一些基本的用笔和画面的塑造啊。因为他的画有很强的这种宋元的绘画的这种笔法，是吧？宋元绘画的笔法是比较适合我们初学的小伙伴呢来感受和了解。在我们屏幕下方的2号链接就是陈少梅的。我们今天是吧，周末为了让大家轻松一点，是吧，轻松一点，所以我们画点这种小景，画点这种小景山水，尺幅也不大，是吧？尺幅也不大，可以画得更轻松。然后左边是吧，山丘，给它遮挡出来，左遮右挡，然后穿插出来咱们这个石块。好，带出我们的这个水流，瀑布卷曲的感觉怎么画出来？麻烦再说一下啊。好，今天画这个它不需要，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它单独的再说，今天画这个就把水口的造型，是吧？两侧稍微平整一点，你把这个水口感觉呢给它衬托出来就可以了。中间我们再画一点点小笔触。小笔触，对吧？把这个水流线条带一带，好，就 OK 了，就 OK 了。但你可以让边缘，比如说再平整一丢丢。来，推完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视觉效果啊，可以来看一看。好，大家伙儿画出来了吗？左侧的山峰底部，它肯定是要矮一些，对不对？我们要虚接一下咱们的这个云雾，虚接一下咱们的云雾。下面我们画一个大一点的笔吧，用我们这个蓝珠。有的时候擦这种整块的笔触，要用大笔去给它皴擦。小笔容易画的琐碎，记住喽，这是我最近点大家群内作业的时候发现的啊。我们要尽量用大笔触去给它概括这种整体的面积，或者说墨色的一种统筹的关系啊，统筹的关系，不要总是用同一种墨色。有的小伙伴呢不敢加重，有的呢他不敢什么用大笔呢去给它去塑造，这个呢都容易呢出现这种画面的一些小的看起来不太舒服或不够整体的感觉啊，可以呢大胆一点点。好，远处这个底部呢擦的呢要虚淡，这个云雾它是留白留出来的，你只要通过这种留白擦的过度自然，它都可以给它体现出来，都可以体现出来。画出来了没有？好，左侧这个轻松吧？左侧这个画出来是比较容易的啊，比较容易的。
蓝竹笔是一支狼毫，在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链接里边，在我们第7号链接，好，在我们就是橱窗上，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套装笔里的蓝竹，蓝竹的竹杆是吧？狼毫。好，山顶上方再来点浩渺的远山，是不是？再来点浩渺的远山，是不是就画出来了？好，顶部10，然后再从上往下。OK， 好，平整是吧？而且呢，松动秀美，是吧？这种恬静的这种山景啊，或者说漓江的景致啊，是这个画家的主要的特色。我们之前已经带大家画过2次白雪石的作品了，对吧？一张是我们的漓江鲑鱼，是吧？再一个呢是漓江烟雨。今天这张呢是江边泊舟，江边泊舟。好，第2幅图估计老师很快就画完，那不能，我们得慢悠一点点。今天的脑子有点啊，希望明天我们还是正常的播啊。来，我们呢再把这个头部是吧，顶部给它稍微的加上一点小树，高矮的错落啊，高矮的错落。狼王套装，是的，狼毫或者咱们的羊毫，还有尖毫，大家各应该至少要准备至少一支啊，至少一支。每一种笔它的使用的属性呢，都要用到的，都会用到的。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准备一套大中小号各一支，对不对？这个狼毫的大中小号各一支，羊毫的大中小号各一支。好，用点小笔触是吧？把我们的山顶啊，是吧？把这个山顶的上方啊，给它点一点。这个点这种小数的时候，发现还是大家也容易画的细碎啊。来，我们推进，大家可以看看。左上角的山顶啊，山顶上方，我们把它这个树的姿态给它画出来了。画山一般用什么好？一般用狼毫，用狼毫。像画这种画的话，你可以用尖毫。比如说我们临摹古画，那你也要用狼毫，才能画得出那种铿锵扎实的线条，是吧？还足够硬朗。多喝水是吧？画树怎么不晕？水分控制好了呀。你要是行笔太慢，它肯定也晕；水分太大也晕，力度太大它也晕啊，也晕。这个呢都是你在于你的控制啊。然后我们来点重墨，柠檬水喝起来是吧？好啊，但愿我们都好好的啊，好好的。来，稍微的来点浓重的墨点，点到咱们的这个岩石上方，然后在右侧转折，适当的来点灵活的跳跃一点的墨点，就是稍微浓重一点的，点在这个山石的顶部，还有呢这种转折的位置上，都可以适当的去加一加啊，加一加。好，左边好，是吧？稍微的来一点点，但是不能画的散乱琐碎了，让这个岩石的顶部它有一些稍微的松动的笔触，做成画册是吧？这个是大家来画的一些习作啊，不是当自己的这个创作一样。这个呢做画册的可能性呢不大啊。好，以后我们有小伙伴喜欢是吧？我们把它挂出来，好，挂到小黄车里面。在左下角，我们呢稍微的给它加一点小的杂树，是吧？杂树的姿态，那丰富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给它就是点染色了。
来稍微用点笔触，是不是？稍微用一点淡淡的墨色，我们把这个山峰，所以给它这个树啊茂密的感觉，或者有一定的叶片的感觉，带一带就行了。参差错落啊。笔触像上方这种笔触，它左右上下有一定的连叠，不要笔都是一样大，它有一定的连叠或大小的区分呢，画面就有节奏啊。一样它肯定就不太舒服，有点板了，是吧？期待上作品。好嘞，好嘞。用狼好可以呀，用狼好可以。好，欢迎各位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波关注啊！一会儿咱们再过5分钟给大家来一波啊，给来一波福袋，好不好？啊，今天我们周末了，大家画的也比较轻松，然后我们可以来个福袋。如果你中奖了，我们可以给大家点一份作业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测评，好不好？好，如果以后啊大家有兴趣是吧，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回放以及系统的这个技法课程当中啊去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群内给大家语音的点，至少目前我们人少嘛，还可以这样去做，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这个专业的喜好度来做选择。我们目前还给大家赠送这个技法的基础教程和历代名家的临摹啊，当然我们刚刚给大家说了啊，这个相当于你们线下是吧1节课的费用，你在这个线下了解过的小伙伴都很清楚啊，都很清楚了。好，然后左下角是吧，稍微的给它添加点小枝，添加点小枝。好，有回放呢，大家再也不用担心我们错过自己喜欢的案例了，起不来床，或者呀，有的小伙伴昨晚告诉我是吧，啊，我周末我要出行去赶车，或者说去赶机票怎么的，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灵活的时间去安排、去绘制、去表现，好不好？好了，这张画需要用墨色表达的地方就到这儿了。需要截图的啊，可以截一下，截好了，大家可以相互的在群内呢去分享一下，好不好？可以相互的在群内分享一下，截好了敲个666，鼓励一下自己，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染色了啊，染了颜色，画面的效果会更加的突出一些，我的14色呢？染好了这个截好了，对不对？好的，然后今天我们用的颜色就是我们的春江万物的玛丽的24色啊，我们把它放到了屏幕上方啊，第10号的链接，现在呢已经给大家展示出来了。那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去选购。当然有我们的玛丽的12色，如果你是初学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挑选。这个玛丽牌24色呢，它是矿物质颜料。膏体非常细腻，挤出来可以直接溶水使用啊，矿物质颜料。那么它的杂质非常少，而且调和起来非常的这个均匀，颜色这个呈现的效果也很通透。我们主要用到的就是赭石，还有花青，然后呢还有咱们的这个经常用到的这个石绿，对不对？还有来一点点石青啊，就这几种颜色啊，还有朱标啊，或者跟它同类的这个颜色啊。好，我们放到这儿。好，这个包装盒是不是很精美呀？啊，硬卡的礼盒的装。来，我们呢把这个颜料放到旁边，然后我们再来一点点。来，我们用干净的毛笔用什么颜色啊？我们先用这种赭石是吧？先用赭石吧，我们一般都习惯了用赭石是吧？先用赭石色把我们的小船染出来，每次染的时候一点点的把这个颜色水溶到这个溶解均匀了是吧？不要有固体块，染的时候它才均匀。目前我们大家交上的作业来看的话，还可以保持的不错，但是有的小伙伴呢，他这个固体块都往上糊。那就不像中国画了啊，那是水粉。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大家画水粉画的很多，就是那种固体块往上来了。好，把咱这个小船用这种赭石色染出来。现在可能看起来颜色比较跳跃，打湿了之后，它的对比感觉都会变强，对比的关系都会变强。干了呢，
它就会变得更加的丰盈，然后呢，协调啊，更加协调。好，小船儿是不是给大家染出来了？左侧的咱们也不能忘了，你可以加一丢丢墨，加一丢丢墨在里边。好，是吧？我们现在画的这个浅酱，就是用的这个颜色非常的少，这估计你用一年都是吧？估计小伙伴对大家来讲用一年吧，这颜料至少得。如果画青绿的话，就用的快了。是吧？我们画山水3大表现形式，一个是纯水墨，对吧？就像刚刚的纯墨底的方式去表现。啊，还有呢，我们这种浅酱的，是吧？既有笔墨的这种纯水墨的高古，又有呢颜色的装饰感。好，浅淡的赭石色，在山顶部分呢稍微的染一染，稍微的染一染啊，染一染就行了，不要让它跳跃。然后再把我们的小房屋，用赭石色勾勒一下它的这个大致的轮廓，用赭石，OK， 好，山顶是吧？我们用到的赭石今天是很少的，很少的，因为它是一张非常轻旷而且呢宁静绿色的是吧？山川的美景，山顶部分用淡淡的赭石啊，从上往下，好，给它染出来，给它染出来，然后再往底部走，再往底部走，我们要换颜色了啊，换颜色了。墨稿他们已经结了，刚刚我们留出了时间，没结到的可以在群内呢相互的分享分享。好，来用咱们的这个石绿，或者说你们用的12色的，用的玛丽的12色的颜料的小伙伴啊，就是三绿，它的颜色叫三绿啊，这个是12色。如果你初学你不知道用什么颜料好，就用这个就行。然后我们用这个淡淡的石绿，是吧？淡淡的石绿，你想要它颜色纯一点，你就直接上，是吧？直接上。你想让它这个，比如说纯度低一点，你可以多加点水，或者加一点点赭石色给它调和，水分适中，水分适中。好，染完颜色之后，画面的效果它会更加的平整。我们可以加点赭石吧，给它微微的调和一下，让它纯度呢低一丢丢。好，给低一丢丢，然后水呢不要太大，容易晕散开。是不是？好，晕散开，左侧，好，给它染出来。远处这块也是一样。是吧？山顶的这个芭蕉叶是吧？绿色的芭蕉叶，它的叶脉我们是就中间那个双钩的叶脉，我们是这个什么留白的啊，留白的，这样平整的去着色，画面的装饰的趣味呢就会更强。OK， 好了，这是我们底部染的时候要平整一点点啊，染色的时候平整一些，内部双钩的这个线条留白可以留一留，然后我们再来染的时候，大家伙儿应该是怎么画？淡一点的这个稍微加点水，我们把浅滩后边的浅滩，是吧？用这种颜色给它染出来。好，左边也是一样。好，左边也是一样，浅滩给它染一染。稍微的加点水，把边缘给它过渡开。
吧？边缘给它过渡过渡，啊，好嘞。然后像这种树上面的这种叶片的点，是吧？我们先点了，不然最后湿了就没法点了。点在你可以同样加一点点赭石色，给它调和的纯度低一点点。点在这种树枝，是吧？上面饱满一点的这种圆点，饱满一点的圆点，是吧？给它点出来。来，我们推进啊，回放在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边，屏幕下方的小黄车，第一个链接就是，好，给它调整出来。好，点在这个石头上，还有这个树上面。好，再来。点的不要太过于散，是吧？还是要兼顾一定的疏密，只不过它的这种疏密的节奏感呢，没有特别的强，比较平。你可以点的平一点，但是不要点的散乱了，笔触饱满一些，好，笔触饱满一些。好，给它点一点，左边也是一样。好的，然后再往上方走，来个干净的碟子啊，接下来我们需要用到的颜色呢，叫石青的这个颜色，然后它可以加点我们的石绿，让我们的画的效果更加的这个，要趁之前的颜色没有干的情况下哈，趁之前的颜色，你可以换一支笔，是吧？可以用石绿调和咱们的这个石青啊，石绿调和石青。那石青的颜色的这个色相呢，要相对明显一点点。是吧？让这个石青稍微偏蓝一点，是吧？稍微偏蓝一点，稍微的加点水，从上往下，是不是给它衔接？各位小伙伴们看，所以就开始平整起来了，好，其实1个多小时，是不是我们就把这张画大致给它画出来了？而且我们还画的很慢，其实这张画画不了多久。啊。好，颜色可以让它再淡一点。推远，我们看整体效果，啊。如果大家专注的话，是不是？我们如果专注一点，这张画其实1个小时就可以搞定。好，干一点之后，画面颜色会更加协调。远处我们再来点淡淡的颜色，我用的是生宣的卡纸啊，纯白卡纸也是在我们屏幕下方的链接里边。好，那底部都是很浅淡的啊，好，没有点关注的小伙伴可以点一波关注哦，点关注不迷路，以后我们的直播你都可以来给这个关注，好不好？好，下面浩淼的这种留白的云呢，是不是也给它留出来了？喜欢这样的作品吗？喜欢的话敲个喜欢，好不好？好，看看大家的口味。来，我们稍微的染一染。这个泛蓝泛绿，你不是就自己喜欢的颜色，你可以加一点就行。这个东东又不是说必须。
我们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完全画他的作品，我们是以他这种画作带他来感受一张绘画的过程。当然我们称之为意林。意林是什么？你就可以画的跟他不一样嘛是不是啊？你即便画的跟他有一定的出入，就不是说你这个水平呢就不行了，或者怎么着，或者说你一定要按照原作来，这个就跟你自己的这个选择或者喜好去调整就行。你想它蓝一点就蓝一点，你想它绿一点就可以绿一点，对不对？绘画它其实是比较主观的，不是说一定要有个客观的标准啊去要求。好，这是我们带大家画的这个江边的亳州图，大家伙儿如果有喜欢的啊，需要截图的可以截一下啊。我把这个桌面呢收一收，不然看到太乱了，是吧？好，截好了，敲666，截好了，敲666啊！美丽的风景分享给美丽的你，画好了吧？好的，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听着咱们的直播是吧？太惬意了啊！好不惬意啊，你这是。是吧？我们看的不是美丽的风景，而是大家心目当中啊比较向往的向往的地方。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大家画的这个叫漓江山水的景致，我们把它放到咱们的回放里边。如果跟直播有困难的小伙伴，可以回头呢根据我们的回放呢再巩固和练习，好不好？